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峡谷课代表。在少子化日益成为社会趋势的今天，许多家庭选择只生育一个孩子，甚至选择不育。然而在台湾，有一位网红妈妈陈佩芬却勇敢地走在了这条道路的另一端。从22岁到34岁，她在这14年间连续生育了7个孩子，并且坚定地表示不会采取避孕措施，计划一直生育到更年期。但她独特的生育观以及过激的言论却引发了不少争议。真的很对不起大家。陈佩芬网名镰刀男仔，现年35岁的她在台湾是一位颇受欢迎的网红妈妈。她的故事始于大学刚毕业的时候，她与比她年长10岁的兽医老公相识并坠入爱河，2年之后他们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作为一名基督教徒，她和丈夫深受牧师的影响，牧师曾告诉他们，直到50岁都没有避孕，相信上帝对每个孩子的计划，因此他们决定把生育的决策权交给上帝。陈佩芬和丈夫的生育速度相当惊人，平均每2年就迎来一个新的小生命。她的故事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，网友们亲切地称她为七宝妈。据我所了解呢，七宝妈和丈夫相识于她19岁那年，2年之后他们结为夫妻。结婚之后，他们秉承着信仰，决定不对生育设限。陈佩芬本人也坦言，她和丈夫的夫妻生活相当和谐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他们迎来一个又一个孩子的脚步。幸运的是，他们的家庭得到了上帝的眷顾。在生育了第2个孩子之后，七宝妈的丈夫在高雄创业，开办了一家动物医院。随着医院生意的蓬勃发展，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呢也越来越好。养育的7个孩子以及家里的5只狗、8只猫和8条蛇，对于他们来说，经济负担并不是太大的问题。自2018年起，他在 Facebook 上创建了粉专镰刀男仔 The Nice Kids， 分享夫妻相处的点滴和自己的育儿经验。他的经验谈包括如何携带5个小孩旅行，如何安排孩子在家自学等。这些内容让他在网络上逐渐积累了名气。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，七宝妈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。她开始受到电视台的邀请，分享育儿经验，同时呢，也吸引了众多厂商的目光，与她合作推广各种产品。她代言的产品五花八门，从背带、挤乳器到家电、化妆品、亲子装、防蚊液、塑身衣、线上英语课程等等，数量之多，估计达到70-80种。如果他能够在照顾孩子的同时通过合作提高收入，相信大多数人不会有什么异议。然而七宝妈处理事务和育儿的方式引起了一些质疑，让人们对她是否真的有能力照顾这么多的孩子产生了疑虑。2023年的4月，当时还是6宝妈的陈佩芬怀着7宝，却毅然挑战登山。她勇敢地攀登了百岳之一的志嘉阳大山，并将攀登过程的照片和视频分享到了 Facebook。一开始，许多网友对她的勇气表示赞赏，称赞她是最强的孕妇。但不久之后，有山友在登山社团爆料，七宝妈在怀第6胎的时候也曾登山，但那次并不顺利。她在登山的过程当中不幸扭伤了脚，导致骨折。由于救援人员需要数个小时才能够到达，而她在山下不断的喊冷喊痛，山友们只好用自制的简易担架将她抬下了山。由于山路滑且狭窄，有山友在抬她下山的过程当中不幸拉伤了腿，结果不得不休养半年并自费治疗。这一篇爆料文章一经发布，公众对七宝妈的看法立刻发生了变化。人们认为她的行为自私，明明在怀第6胎的时候已经发生过意外，但是在怀第7胎时仍然没有吸取教训，这让人不禁担忧，她是否真的有能力妥善照顾自己和孩子们。除了之前提到的登山事件，网友们还揭露了七宝妈在怀孕期间的一些行为。据说她在怀上第7个孩子之后，背着仅1岁的6宝去练习滑雪。她自己装备齐全，而6宝却没有任何保护，只是简单的背在胸前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不是因为七宝妈热爱滑雪，而是为了业配她在用着那条背带而已。对于网友的质疑，七宝妈回应称，在日本这很常见，而且将孩子背在前面是安全的。紧接着，七宝妈又被爆出让孩子独自乘坐 Uber 上下课，甚至有一次因为弄错了下车地点，导致孩子哭泣，这导致她又获得了 Uber Kids 的称号。事件最终引起了卫福部的关注，他们要求七宝妈上8个小时的亲职课。那我就觉得这样的行为不可取。
在这些争议事件接连被曝光之后，七宝妈一度删除了批评她的网友留言，并关闭了评论功能。七宝妈的丈夫则在 Facebook 上为她辩护，认为虽然网友有权批评，但他的妻子也有权利分享日常生活。他反问这些批评是否给网友带来了困扰。直到2023年的6月，事件发生2个月之后，七宝妈本人终于在 Facebook 上公开道歉。真的很对不起，做了很多不好的示范，也有对一些人造成了伤害。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。其实我这2个月真的是过得非常的混乱，然后每一天其实真的心情都很糟，所以有的时候就会不小心删了网友，或者是封锁，或者是隐藏。真的对于这件事情很抱歉。除了先前曝光的种种行为，网友还揭露了他更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事迹。据网友爆料，七宝妈曾将孩子托付给教友照顾了整整1周，期间她自己却音信全无。她还让孩子们独自乘坐飞机前往国外参加滑雪团和志愿活动。她通过孩子们的业配给自己买了一堆名牌包，孩子们却连一双合适的鞋子都没有。在一次商业森林活动当中，七宝妈不仅自己尝试了山枪的生干，还让孩子们也尝了，结果因此被罚上了12个小时的亲职课。2023年的10月，七宝妈通过分享孩子气喘发作的贴文来推销气喘喷剂，被卫生局认定为违规贩售医疗器材，罚款6万元。同月，她在视频中透露，分娩时医生让她的兽医丈夫来接生，卫生局随后澄清这只是陪产，并非真的接生，并要求她撤下视频。不过可能是七宝妈的争议实在是太多了，网友们早就见怪不怪，所以以上的事件也没有特别被关注到。直到七宝妈在直播时的这番言论，终于让她再次被延上。你们班有人在资源班吗？没有，我们班一个问题儿童都没有。真的？他在直播中谈到了特殊教育需求学生的资源班，他的言辞似乎对资源班持有偏见，认为只有问题儿童才会上资源班。这番言论立刻引来了网友的激烈批评。七宝妈随后发布了一支道歉的视频，我没有听得很清楚，所以我也没有当下制止他。但视频当中的说辞却似乎是在推卸责任，将错误归咎于自己的孩子。这一行为不仅让网友们感到不满，甚至连许多明星和网红也站出来公开指责。与他合作的13家厂商也迅速与他划清界限。面对这一波又一波的争议，七宝妈选择了消失，删除了自己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账号，希望他能够通过这次事件进行深刻的反省，避免陷入犯错道歉再犯错的恶性循环。尽管他的道歉看似诚恳，但每次犯错之后的行为却让人们对他的诚意产生了怀疑。七宝妈的故事引发了公众对育儿方式和父母责任的深思。作为父母呢，应该为孩子提供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，而不是将他们置于风险当中。同时，父母在社交媒体上的行为也应该更加审慎，避免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。希望你能够喜欢本期视频，如果你喜欢，请不要忘记点赞和支持，同时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的更新。如果你愿意，也请将本期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为你准备了更多精彩内容，让我们期待下一个视频，再见。